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祥少。最近，中国空军派出了16架大型的军用运输机，以比较密集的队形呢，飞赴南海，进行远海训练。那么这样的一个训练，可以说在过去没有见过。我们运输机飞入南海，应该说以前次数还不少啊，既包括运20，也包括运9中型战术运输机。但是派出的飞机数量相对比较少，而且呢，飞行距离也没有这次那么长。那么这次16架运20、伊尔76重型运输机飞到南海，他们演练什么？应该说演练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知道在海上飞行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没有地标。你在陆地上飞行，数字地图和地面的地形一对，你就可以知道你在哪儿了。当然，现在导航定位手段也比较多，你可以用卫星导航，用天文导航，也可以用惯性导航。但是在海里飞行，这些导航装置呢，你就需要综合使用，才能给自己做一个精确的定位。那么除了自己要知道自己在哪儿以外呢，一些军事行动，特别是一些大型的运输机的远程飞行行动，还需要把它的所在报告给地面的指挥控制中心。在海上飞行，你怎么来跟地面沟通？电台是一个方面，但是电台的通讯距离是有限的，因为在深海飞行呢，地面指挥控制中心呢，要想掌握进行相应训练或执行任务的机群的所在呢，手段不是太多。用雷达呢，看的距离不太远。如果你在低空飞行，探测距离就更短了。这个情况和一般的大型客机在远海飞行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怎么来解决？你像过去的客机，离开机场之后，地面的导航雷达也就管它个100-200公里，再远就看不见它了。这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手段方式来掌握它的航迹呢？一般要通过地面的无线电台，来接收它的信息，然后传回到调度室或者指挥控制塔台。那么地面在它航线上设有很多的接收站，我通过向这些接收站发射信号，告诉他我在哪儿，然后呢，把这些信息传回去以后，地面指挥控制中心的就可以知道这架飞机飞到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够抵达目的地，它现在的航线是飞偏了还是在正常的航线上。那么在海上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一般的客机到了深海，没有地面电台来传输它信息了，只能靠海事卫星，通过隔一段时间向海事卫星发送信号，来告诉自己的所在，从而呢，保证后方和前方都能够知道这架飞机在哪儿，什么时候能够抵达目的地。那么军用运输机很多情况跟大型客机一样，它都是飞得比较远，往往也需要在深海飞行。那它能不能依靠天上的通讯卫星，也就是海事卫星，给它提供相应的保障呢？恐怕这有些问题。如果你把这些信息发出去了，而你又要执行一些密闭的任务，那恐怕就不好办了。必须呢，要和自己国家的军用的通讯卫星进行联通，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些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是需要相应的训练来掌握这些技能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和自己的通讯卫星进行通讯联络？什么时候保持静默飞行？因此，在远海进行飞行训练，可以说它的复杂程度要比在大陆上空进行飞行复杂得多。何况呢，一旦出了问题，它迫降的场所很难找到，海上迫降是非常危险的。那必须呢，迅速的找到相应的迫降场。那么好在我们的南海地区呢，已经建了几个大岛，而且呢，上面也有机场，足以为我们的军用飞机，包括大型的运输机提供迫降的场所。当然，有一些训练可能还就真要演练岛屿的机场上进行降落。可以这么讲啊，大规模的远海飞行训练是我们远程战略运输机综合训练的很重要的
一个方面。何况我们今后执行军事使命，往往需要跨洋飞行、跨洲飞行。那么这些远程飞行，如果经过某些国家的领空，你需要报备。那么有些国家不允许你经过的话，你就必须选择比较远的在海洋上空飞行的航线。那么这些技能我们必须掌握，才有可能圆满的完成未来交给我们的军事使命以及民用的抢险救灾的使命。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